台电源。我们看到没有出油，而且压力很大。我们看到这压力已经到7.5几了。我们看到没出油，加油，没出油，引擎发动。我看到没有？这个量很大，好，加油，看到没有？哦，出油了，加油，出油了。大家好，我是张大哥。现在我们要进行的是这部从台北来的 W124 300CE 24V 的分油盘完修引擎测试。首先我们看到这个分油盘整体从上下座看起来相当干净，相当漂亮跟其他的零件就形成一个很大的反差。这颗分油盘首先我们看到它的是油压调整器严重故障堵塞了。那为什么会堵塞呢？堵塞就是因为车子长期身体不健康，那车子也没有发动，也没有开，造成这个油压调整器堵塞。那这个24V 的油压调整器跟我们 M103引擎12V 的是编号不一样的，因为它出油压力不一样这个是很难得的。这个如果说在市面上，我相信在台湾应该是个位数，可能也很难找得到。因为大哥都会备有一些外汇的良品好不容易我们把它换上去了现在大哥手上也没有库存了。这颗如果要找的话，就真的是相当困难。那如果用12V 那颗的话，那会造成整个那个雾化效果跟喷油的起喷压力不同，降低了1kg所以说这个是几乎不能够取代的好不容易这车主把大哥最后一颗013的油压调整器用掉了。那这颗真的如果是新的话，也应该无价了就好像这颗M104 24V 的那个涡导杆这涡导杆，我们看到这个涡导杆，它涡导杆这是应该找不到了。一般 M103 的涡导杆顶多3000块，但是 M104 涡导杆一颗要16000、17000
这情况是完全是一样的，几乎是物以稀为贵啊。后来大哥把有害调整器换上去之后呢，我们检查它的出油状况，哇，标准应该190，结果它出油都在130，少了60ml啊。看起来好像这颗喷油盘车主也曾经有换过一颗2手的吧？那看起来是本来是很新的，看起来是很干净的啊，看起来是很干净的，但是它堵塞还是相当严重。那哥好不容易把它整修过之后，细部分解，把这个压力跟出油量全部都调回来了。那它的我们再来看它的这个空气流量感测器，大哥并没有更换，因为它这个有害调整器还是 OK 的哈。那6支喷油嘴啊，这 M104 引擎就是一修起来费用就很高，比如说喷油嘴，这些一支喷油嘴要2500了，而且还6颗很新的都找不齐。大哥5颗5支喷油嘴经过清洗是 OK 的，但是有一支必须要更换，所以喷油嘴是换了一支新的。那5支用清洗的方式都过关。再来就是它的高压线的部分高压线跟分电盘大哥检查过之后是 OK 的堪用，应该还有6-7成吧还有7成寿命，应该差不多5万公里左右，可能大概5万公里应该还不用更换。高压线是 OK， 那分电盘差不多5万公里，应该还有5万公里的寿命火星塞大哥已经把它换掉了。火星塞它原来的型号没有错，但是火星塞已经污染了。再来就是它的引擎角的部分呢，大哥看起来还是 OK， 但是这颗引擎这颗缸体是状况非常好，缸压都在11左右完全没有积碳现象，而且声音是很细，所以我们看起来它这颗引擎从外表看好像不怎么样也就是说不是很优，但是其实这个引擎状况是很好的。第一个缸压很平均，第二个它没有吃机油，声音很细，代表说这个引擎它的磨损程度很低，而且大哥在跑起来，它力道完全都出来了，都有 M104 226匹的马力这种感觉，因为大哥也有这颗引擎，所以这个引擎是宝贝，车主一定要爱惜它。机油是很脏的这机油是一定要该换。我们来看看它这个引擎的表现，在高温的状态，因为大哥已经持续发动很久的时间，我们看这个打火机几乎连动都不动了，这代表说它这颗引擎状况是很好的。所以我们看它的外观这么脏因为其实身体不健康拖了一阵子，那车主对它也等于说爱莫能助那现在终于我们把它弄好了。我们希望这部车子应该已经身体完全健康，经过体检以后，我们希望它再跑20年，那车主好好爱惜它，回去把它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让它带它出门多跑跑因为这好车子，7的车子也漂亮，引擎又好，引擎马力又大，那大哥把这引擎室大概都把它再整修了一遍，看起来就干干净净、舒舒服服的。我们希望说它能够很快乐的再跑个20年。其他的点火状况很好，火花够。再来就是它的我们来看它的回流量回流量目前大概右下角应该在1.8、2.0，那还要再加4因为这颗还修正还要加4，已经是2.4公升、2.2公升。那汽油帮补跟流量感汽油帮补还有滤芯跟蓄压器大哥没有更换，因为车主他有跟我讲，他后面都换新的，所以大哥也没有再把它打开来检查，所以说从这个数据看，汽油帮补、汽油滤芯跟蓄压器都是 OK 的大哥也没有再做其他的
检查跟更换。那它这部车子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它的变速箱的会顿挫的很严重啊，变速箱顿挫相当严重，就是跳档和顿挫很严重。这是因为它的真空阀里面的膜片破损了。那大哥已经把它更换了。那所以说W124就是有这个优点，它的所有的零件，不管新的旧的，我们都可以找得到，不会造成说会有遗珠之憾，或者是说有哪一个部分我们就没办法把它弄好。那我们再来看上面这上面是有3个表上面是最右边是怠速马达的工作电压，很正常。不过它怠速马达这个插座大哥搞了好久，它插座有时候会跳开，但无论如何，大哥把它整修过之后，怠速马达现在没有跳开的。那中间呢是流量感知器，大哥重新调教过。那因为我没有更换，因为它还是好的。那最左边是O2在修正它的插压阀的供电流，也就是说它的修正它的出油量其他的它的变速箱OK 的变速箱是 OK 目前我大哥在试车变速箱顿挫感没有了，因为真空阀漏真空，我把它换掉了。那变速箱 OK， 那避震器看起来是贝斯丹黑铜的，避震器是 OK 的。那至于说前轮的部分，大哥感觉上也没有什么杂音那就是唯一现在的最大的缺点，就是说这部车子它已经被遗弃了好久了。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把它打扮漂漂亮亮，把它洗干净。大哥会在交车之前把这个车子把它洗干净，避免让这部车子能够有一个重新的感觉。好，我们我们来先试一下这个 W124的M104 24V 的引擎的这个它的反应。这反应相当的敏捷这M104引擎大哥非常的喜欢。然后这里面我们看到里面都还是很脏的，还没有清洗。这车主回去之后好好爱惜它，把它里面外面把它擦干净，把它打扮漂漂亮亮的。包含这个地方我们看到都已经有灰尘，很多的灰尘了。这是美规的美规的车门还有喇叭。这部车子它已经脱离苦海了，那车主应该好好的把它整修一下，把它门面换新我们看到这个怠速大概是在800转左右大哥来加个油。因为 M104它就是在反应，尤其到3400转的时候，它提速特别快。因为它没有冷气冷媒可能不足。等一下，大哥要来检查一下它的冷媒是不是补冷媒就可以把这冷气把它解决了大哥踩刹车入 R 档顿挫感没有了，目前只降了一点点因为它这是四速变速 M722.3好，大概在600多650 N 档又回到大概750 800。它入档的时候状况还是不错也就是说它转速降低了很少低档只降一点点又回来了这变速箱的入档的转速改变蛮少的。好 P 档好又回到大概800左右。好，大哥关掉引擎，热车重新启动，1点就着了。所以这部车子其实车主也是很辛苦，因为我知道车主他曾经在前一阵子好多年以前一直在跟我沟通这个车子的状况询问怎么样处理，代表着车主其实是对这车子是很有爱心的，只是说因为
爱莫能助。那今天终于到这里来找张大哥，我们把他的所有的身体的毛病、三高，还有血液循环种种，包含他所有的其他的慢性病，我们都已经把它处理好了。希望他能够再跑个20年。OK， 好，大哥到外面来。我们看到这个总数大概在750左右，那这整个状况都非常好。引擎室大概已经把它大概整修了一遍啊，引擎室一打开啊，不会漏气，老引擎，但是看起来就是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唯一的缺点就是车主把车子好好的外表把它打扮漂亮，里面把它洗干净。再开个20年，天天开，车主记得1个礼拜不开，一定要发动10分钟，因为他是老人家，人90岁报废，车子30年报废，这个车子你的人的年龄已经超过120岁，比我们的年纪都大，他是老骨头，银发族，我们一定要爱惜它的方式就是常常发动，常常跑，耗材又不缺，一定要加95的汽油啊。那这颗引擎加95是 OK 的，你加98大概也不反对，其实有点浪费。那其他的雨刷喷水马达，大哥检查并没有是故障的。无论如何，今天到这里，我们希望说这个车子大哥都已经把里面引擎室里面都已经整理好了，外面要有劳车主帮忙。今天大哥的报告到此。